你好，我是阿里。狗狗币这两天呢，总算是有了一个还算可以的涨幅，但是呢，相对比之前的这个暴跌呢，这确实只能算是一个杯水车薪。那么面对目前行情的巨大的不确定性，我们普通散户到底该怎么操作呢？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。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，按照惯例，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比较重大的这个新闻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来聊聊这段时间我对币圈的观察以及一些思考。好，我是阿里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，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，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按钮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呢，希望你能够点赞、转发以及评论啊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比较重要的这个新闻啊，今天在美国这个线上一场叫做 The Big Word加密货币的大会啊召开了，其中这个 Elon Musk、Casey Wood 以及推特的 CEO Jack 他们这个参与引发了今天市场的这个强势的反弹。我们来看看 Musk 又有什么惊人的这个发言啊。他说特斯拉可能很快就会再次接受比特币的支付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今年的这个比特币牛市的终结，一个最大的诱发的原因就是 Musk 终止特斯拉使用比特币支付的这个推文。那么现在比特币啊，它是从最高$65,000一路下探到29000，那么现在是在31000、32000在徘徊。那么俗话说呀，解铃啊还需系铃人。特斯拉继续支持比特币支付，会不会再次引起牛市的回归？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，并不知道啊。那么马斯克还指出啊，这个不仅是特斯拉买了比特币啊 ，SpaceX 也持有比特币，而马斯克本人则投资了以太币和狗狗币。那么他同时呢还指出，比特币的价格如果再下跌的话，那么他就开始亏钱了。但是呢，他会继续囤币和鼓吹比特币啊，他用了一个词叫 pump。但是呢，不会卖出比特币啊。目前这个会议的所有的内容在网上都有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。那么我们接着说，上次视频我们提到的一个 Robinhood 软件它 IPO 上市的这个情况啊，目前在 Robinhood 它自身的这个软件上已经可以去申购这只股票的新股了。那么我个人呢也是认购了一部分，打算在上市的首日或者是次日呢抛掉。那么这个消息呢，我在几天前已经通知所有的会员了。下面说一下我这么操作的一个理由啊，那么等待下周7月29号上市的这个验证。Robinhood 这个交易软件做的呢，我认为啊，个人认为是非常的成功的啊。那么这么说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啊，就是相对比这个 Coinbase 啊，用过这两个软件的大家都清楚啊。我之前也比试过很多次的 Coinbase， 但是这个 Casey Wood 木头姐啊是非常喜欢 Coinbase 这个股票的啊。我想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啊，没有对比呢，它就没有伤害。那么现在 Coinbase 的这个潜在的对手啊，也要是敲钟上市了。我们来一起伤害一下 Coinbase，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那么 Coinbase 的软件啊，如果说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高中生的一个水平的话，那么 Robinhood 可能就是研究生的水平啊。那么 Coinbase IPO 当时的价格呢是每股$250，总发行是2.6亿股。那么 Coinbase 目前给出的价格是每股$38到$42不等啊。那么它有一个区间，到时候最终的这个发行价格可能过2天就会公布出来。发行的数量呢是6500万股。Coinbase 呢，它只能够交易加密货币。那么 Robinhood 除了有7个主流的加密货币之外，几乎所有的美股都是可以交易的，还可以做期权交易啊。那么另外 Robinhood 的交易费用呢是比 Coinbase 低的啊。我们最后再对比一下这个用户数。Robinhood 目前有1800万的用户啊 ，Coinbase 上市前有4000万的用户啊。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，Coinbase 是略胜一筹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对 Robinhood 和 Coinbase 这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。我们可以看得出啊 ，Robinhood 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一个上市的 IPO， 后市的爆发的潜力啊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万一上市首日它没有像我预期的这个大涨的话，那么我也是愿意长期持有啊。既然这个 Coinbase 啊，它能 IPO 在$200多，那么 Robinhood 将来的这个市场价格肯定会超过这个价格。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目前的行情啊，它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？我们上次节目说到了很多的技术指标啊，说目前是在筑底的一个状态，具体什么时候会发生反转，还是有待多方面的这个观察的。那么其中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个可参考的指标呢，就是特斯拉
第二季度的这个报表，它将会在7月26号公布。那么到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特斯拉它到底还有多少比特币的仓位。我们前面不是刚刚提到马斯克说他不会卖掉比特币吗？那么马斯克的发言呢，它并不能代表整个特斯拉的股东大会啊。如果说非得研究证据的话，是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季报的。如果说这个季报出来之后，特斯拉它只是像之前说的卖掉了10%的仓位的这个比特币的话，那么对于整个币圈来讲是有一个定心丸，是有一个安定的一个作用的啊。牛市呢可能会慢慢的会回来，但是呢一旦这个季报显示特斯拉真的是卖掉了大部分的比特币啊，套现了，那么后面的结果大家只能去脑补一下，那么顶多呢再多等个2年吧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重点来说说狗狗币啊。那么前2天在暴跌的时候，我在会员区说密切关注狗狗币 0.16 的支撑，如果说跌不破的话，行情还会继续存在，如果说跌破了的话，就等 0.1 再去补仓。那么会员朋友们都应该看到了我的这个状态啊，这个留言。那么前2天这个暴跌的时候啊，果然是 0.16 的这个支撑位是非常的有效的。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最近这2天的超跌的反弹啊，那么我只能说是一个反弹，不能就此啊就说是反转，就说这个牛市回来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待确认的。我会继续的持续的在会员区跟大家密切的进行沟通，进行通知，也同时呢，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这个油管的会员。那么最近的行情啊，让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焦虑啊，甚至有的人已经割肉离场了。那么我相信离场的朋友呢，是不会再回来看我们这个视频的。那么就算回来呢，他们也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口气来看笑话来留言的。那么我一开始也说了，这个狗狗币是长线投资啊，并不是短期就能够给你带来暴富的。那么所以啊，我无数次的强调，让大家去拿这个自己丢掉都不心疼的那一部分钱去投资狗币，或者说你用闲钱来每个月或者是每个礼拜呢去做定投。但是呢，很多人根本就不听啊，不仅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去投资，而且还去做合约加杠杆，最后亏的这个底裤都没有了。那么我这么说呢，并不是来嘲讽他们，来说风凉话。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，在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市场里面，赚钱的人只有10%，90%的人都是瞎凑热闹，给别人充当韭菜。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比例的话啊，最好不要去投资这个加密货币。那么在这个赚到钱的前10%里面啊，有很多是大机构，我之前无数次的说到过。那么这个大机构里面有很多专业的这个大数据进行指导，甚至他们有机器人去做合约。那么赚到钱的普通人啊是少之又少。那么普通人我们只能够去守株待兔啊，在这个熊市中啊，默默的去定投去囤币，在牛市的时候啊，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抛出套现。那么道理呢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实施起来呢却会受到各个政策层面啊各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。比如说今年这个夭折的这个牛市啊，就是在这个被不断的鞭打抽打着，那么一点点这个牛它就走了。那么我们之前啊都是经验主义者啊，非常坚信牛市的下半场还存在。那么终于呢，这个慢慢的这个在暴跌的这个行情中，在慢跌这个阴跌的这个行情中啊，终于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个牛市下半场已经没有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家又开始用经验主义来定义说熊市要持续2年了啊，因为而且这个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呢是越来越多了。那么我个人呢不认为会持续2年啊，我认为这次熊市是非常短的，短到呢可能你刚刚割肉还没来得及止血，那么牛市就回来了。那么到底会不会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只能是说交给时间，做时间的朋友。那么让我们一起进步，共同克服自己的短板。 Peace。